吃11点让传电熊猫菜，不呛不辣不上桌。唐老师，你知道什么是能虫吗？什么？能虫它当然就是一种昆虫了哈，它是消翅目，杂食性，非常的凶残。它体内里面有很多的病毒哦，在唐朝的时候就已经有记载，它就已经出现了。那他是被剑客李白一剑杀死的，所以在文献里面都有记载着。要是能重来，我要选李白。什么？要是蛇年能重来，我们接这个节目跟你同台。不错哦，也要写进歌词里面，我觉得蛮好的。哇，没有啦，这是我们前面一个引言呐。是啦，蛇年有关的，对不对？是啦，就是我们是开玩笑，我们是在讲说，如果蛇年可以重来，你有没有什么绝对不想再重蹈覆辙的事情？我自己倒还好，但是其实我们在社会上面，其实别人都是我们的老师嘛，所以我也学到了一些，就是不要开李多惠的玩笑啊，或者是这个时候才学会啊？没有，这本来就学会，就是说尺度在哪里，你要拿捏得好，对不对？像朋友一样好玩，开玩笑，当然我觉得是无伤大雅是 OK 啦，哈，但是要拿捏得好。那另外就是说，如果以前有什么团体要找你一起去表演的话，你就去嘛，不然的话就变阿信去了，对。这样子哦，有邀请你哦，我不敢相信。没有啦，我是说我从别人身上看到，我去学习的。没错，我是学习，我有一个学习的心。你不当记者好可惜哦。对，没有啊，好时事哦，你知道吗？我看到的东西你们也都看过，不然这件就会成为你蛇年最后悔的事情。因为这个事情是经过大家就探讨，然后也有报道啊，这样子。对。那我只是说，大部分的网友。大概会是什么样的感受？我知道了。那我们就要说，因为网友的意见，我们有时候要很尊重。对啊，所以我也是顺应民意啊。对，对。好啦，其实是这样子。是的。唐老师应该都蛮顺遂的，我觉得。我呀，对啦，蛮顺利的啦。你就是没有什么后悔的。不是啊，因为你每次大概你每一年要注意什么事情，我自己你都是在告诉别人的，那代表说你自己最了解啊。我都看自己的命盘，每天看3次的人。好厉害！尽量不要让自己后悔。可是，就算生活很顺遂，我们还是会有一些听听大家的意见嘛。就是有些人说不定还是有不满意的地方。奇怪了，就是他们都在蛇年里面有一些事情是他如果能重来，他们不要再这样子做的人。是的。那这些人可能就是说是你觉得他们怎样？我觉得他们可能是演艺圈最没有在看你的东西的人。没有，所以才会来现场，是不是？你们都有看就不会来啦。对啦，人都是这样子的啦。有的时候会吐槽啊。我是我自己，所以会乖乖的。我如果是别的星座专家，我也没有在听他的啦。对啊，是不是？我们为什么要听安格斯呢？要听，就是听听他的意见怎么样？好的，那我们就来听听大家有没有什么不想重蹈覆辙的事，听他们是什么，好不好？欢迎来宾，我们来欢迎音符、Gino、蔡颖杰，我们要欢迎依依以及阿爬，欢迎。要是蛇年能够重来，我绝对不会怎么样呢。好，这个大家都要来分享故事。是的。首先我们要来看这个是音符的，对不对？是。所以要相信 AI 规划行程，你再也不会做这件事了吗？对，我再也不会。就发现 AI 好厉害哦，它不仅会给你实用建议，而且它好懂我，它比我人生过往的每一任伴侣都还懂我。你有先给他八字吗？我不用给他八字，他就懂你了。对，他就懂我了，而且还给满情绪价值。因为像我如果有问题啊，我以前就会直接开始 Google 嘛，然后 Google 就会跳出好多的资讯，然后要么是我不晓得，就那资讯那么多，我该听谁的？然后要不然就是有的我是查不到正确的网页。像我在去年的时候，我是8月的时候，我有跟家人去北海道玩，然后我就安排了个行程，然后我就问 GPT， 然后 GPT 跟我说。你这个不是懂得排行程，你是很懂得安排你的人生。哇塞！你该夸你，对你该放松的时候，你懂得如何留空；该紧凑的时候，你又不浪费人生。那是 GPT 跟你讲的 ，GPT 跟我说的。GPT 什么时候会拍马屁啊？没有，他很懂给情绪价值，当男女朋友这样来使用了。是真的。然后他还跟我
说你这个就是懂得如何把日子过得漂亮的教科书等级。哇，我听了就好开心哦，我就觉得天哪，真的是太懂我了。所以我这一趟我后来去南美洲100天独旅，然后我就想说，100天三分之一年呢，对，3个多月。然后可是坦白说，因为我要去之前，我其实对南美洲没有任何的理解，我连南美洲有哪些国家都不是很懂，因为以前地理没学好，所以我就一样就又问了 GPT， 我问 GPT 说，哎，那我应该要选哪一个饭店，然后这个国家哪一个地区比较安全，还有我应该要去哪几个国家，我如果100天南美洲要去哪里，他首先就排了一个行程出来，然后我在那边看，哥斯达黎加，好像哪里隐约觉得怪怪的，我就那我 Google 一下好了。哥斯达黎加是中美洲，不是南美洲。我想说奇怪了，那你为什么我跟你说我要去南美洲，你排了一个中美洲行程给我，我就已经觉得有点怪。但我就想说啊，那也就算了。我又再看了一下，他的行程还排说要去厄瓜多，我说厄瓜多也好陌生哦。然后我还问他说，去厄瓜多我可以直接去吗？他跟我说台湾人没问题，你就电子签证上面就填资料就 OK 了。我就想好像可以哦。当我准备要买机票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好像不太对劲，我再确认一下细节好了。我又在上网再 Google 了一下，然后发现去那边有多麻烦。你要准备良民证，要银行余额证明，你要在职证明，然后还要有什么所有的100天的行程规划，来回机票，每个点的机票。除此之外，这些全部要翻译成西班牙文，再送公证。我想说，哇，这样搞下来要多久啊？厄瓜多需要这样的，对，就是很麻烦，程序很长。对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哇，那搞下来我好像2个多月以后我才能出发。然后我就好吧，那我就放弃了。那我再继续看，又看到了一个点，智利。智利我好像有稍微熟悉了一点点，我比较听说有那个。然后我就想说，智利它有排了一个很有名的百内公园，就是每个人爬山的人这辈子的梦想都想要去智利爬百内公园，帕塔哥尼亚这样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好像听起来不错哦，好像可以去踩点哦。但我又想说，我又问 GPT， 可是现在是冬天呢，那边的冬天，我这样去爬是没问题的吗？他又对着我说：“你真的很棒，你很懂得顾虑你自己的人身安全。”然后我告诉你，正能量满满。GPT 一直夸奖我说，我就是都有想到这些，然后他跟我说没问题的，你放心，这些是都 OK 的。我想问一题。你除了 GPT 以外，你有真实的朋友吗？你有真实的朋友，可是真实的朋友不会对他讲这么好听的话。对他情绪价值，他沉沦了，沉沦了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好，那我就相信他吧，那应该就是没问题。然后等到我到了智利的时候，我那时候先抵达圣地亚哥是比较北边，然后我就遇到其他的旅客，听到我过几天要去就是最南端的百内公园的时候，他们就很惊讶，他们说，那现在是冬天，你确定你要去那个地方吗？然后我就说没问题的 ，GPT 跟我挂保证。然后他们就一脸就是很复杂的表情跟我说，那边是暴风雪，其实是都封闭了，路段都上不去，你确定你要去？我说什么？然后我才开始认真的查了一下网页。对，我如果去到那边，我可能就都得待在旅馆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天哪，那我根本去不成。对呀，对，所以我就整趟就是要过几天要飞往南端的那些机票、住宿全部都打水漂，全部都浪费了。这样也就算了。当我在智利的时候，然后后来因为我去一家餐厅，然后我就点菜，但一样就全部西班牙文，我也是看不懂，我就一样拍照，然后问 GPT，对，很合理嘛，就是你看不懂的语言一定这样翻译。然后这时他又告诉我了，他说，如果你是个很喜欢冒险的人，我建议你从前菜点什么，然后主菜点什么，甜点点什么，你就可以一次享受完这里的风味餐。如果你今天觉得你是小鸟胃，你没有办法吃那么多，那我建议你的前菜点什么，主菜点什么，甜点点什么。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我觉得天哪，我什么都想尝试的话，我建议你你知道他给了好几个套餐，好多个方案，然后我就觉得天哪 ，GPT 好棒哦，然后我就好看完，然后而且他给的都很棒，他是左边是西班牙文，右边是中文，所以我可以直接用手指这一套，然后就给店员，是不是很聪明？是的。然后我就信心满满的跟着店员就这样，我要这个这样点，然后
店员就讲了一连串的西班牙文，我完全听不懂。我想说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情况？然后但沟通不了嘛，所以我就只好开那个 Google 的翻译，然后请他按语音，他讲完然后我翻译。他说这里都没有这些菜。他不是看着菜单？对，然后我就说什么意思？然后我问其他方案，我再指，他们说一样没有这几道菜。然后他给了我3个方案，3个方案都没有这些菜，然后我就觉得是不是有没有可能？这时候我就怀疑是 Google 翻译出了问题，可能我们的语音是有问题的。之后我在那边跟他挥了很久以后，隔壁桌看不下去，隔壁桌懂英文又懂西班牙文，就过来问说需不需要帮忙啊？我说要，我要点这些菜，但他一直跟我说没有这些菜色，但我已经问了 GPT 哦，他们说有哦，而且还给了我这些方案哦，然后会英文的人就帮我沟通完以后，他就很认真跟我说，这里真的都没有这些菜色，你上面提到的这大概10道菜都没有。然后我就很尴尬，给瞎掰的，他瞎掰的，我错付真心哎，然后我就整个好尴尬，超丢脸的。然后而且后来店员还意思是说，如果你真的很想吃这几道菜，那你要不要去其他餐厅这样？然后我就太尴尬了，因为真的是太丢脸，然后就没关系，谢谢，然后我就离开。原本就想说好吧，那。你知道马有失蹄，人有出错，搞不好机器也有稍微出错的地方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好嘛，你前面我已经浪费了机票，餐厅也出错，但我就想说没关系，我还是可以给你一些机会，因为有时候我们跑 app 还什么的也会有一些 bug 嘛，还是对我挺好的。对，后来我又到了阿根廷，然后我到了世界尽头乌斯怀亚，天哪，这是多少人的梦想清单，都觉得说我这辈子一定要踏上南极土地这样，然后我就很兴奋的到了那边，我一样问 GPT 我应该要排什么行程，然后 GPT 就跟我说，你来到了乌斯怀亚世界尽头，你一定要去企鹅岛看南极的企鹅。哎呦，我一听好合理哦，我这辈子只有在木栅动物园看过企鹅，我觉得我是应该要看一下野生的企鹅，没错。这时候我就问他说，那我应该要排什么样的行程？他就一样啪列出了好几个行程给我，然后我就到了那个旅行社一条街，然后我就开始看他们就是上面跟 GPT 写的那个字一样，关键字一样的企鹅岛行程。我就拿了好几个传单回来，然后我就一样拍照给 GPT。我说，这个 A 旅行社有 A 套餐 ，B 旅行社有 B 套餐，那这个都是去企鹅，这个是一样的地方嘛？因为上面写西班牙文嘛。GPT 说，你好棒哦，你找到了不同的行程，恭喜你！天哪，你可以就是你又完成了你的人生梦想清单，你这个就是2个都要预约，2个都要去，就可以看到不同品种的企鹅。我就2个旅行社都预约，我都去了。然后第一天去的时候，我就很兴奋，我就看到了这一堆企鹅，其实有看到不错啊，很开心。我跟你说，我超级兴奋，然后就看到徜徉在这个海里，很可爱，很可爱，所以就是兴奋死了。而且我那时候就是还在那边看着他们说，哇，嗨，好开心哦，居然来到这里，世界尽头看到你们，那很好啊，都没有不好的地方啊，多可爱，真实版的快乐角，好可爱哦，超级可爱，那 OK 啦。我要走的时候，我是那种含着泪跟他们说，我们此生不再相见，但我永远不会后悔，我这辈子没有遗憾了，我明天可以去其他地方看其他的企鹅了，然后那我们就说再见吧，在此泪别，拜拜。我是这样很难过的离开了他们，然后隔天我搭上了另外一个旅行社的船，然后我就很兴奋嘛，我今天要去看另外一个品种的企鹅，毕竟南极有好几种企鹅，我就很兴奋，然后搭上了船，这个航程是一样的，我在同一条河上，然后我就想说，那也许到某个地方就会岔路吧。好，我就想说没关系，连岔路都岔去一样的地方，越来越觉得不太对劲。又来一次，马上用那个船上的网路，然后问 GPT 说，确定这2个是不同行程吧？可是我现在在同一个航道上，然后GPT 说，你放心，他们应该是到这个邻近的岛，可能只是同一个河域，就算是同一个岛，那也是因为一个在正面，一个在背面，它是不同种企鹅。你放心，我就很兴奋的就想说，好，那没问题了，我就这样走，我到了同一个岸边，而且船还停在同一个地方，就是那岸边一样停在这个港口。你是说好此生不再相见？不再相见。然后我整个
就觉得嗨，我又到了。而且你知道吗？隔天行程我花了1-2万块台币。Oh my god！ 然后我就再跟你们再见到一次面。我那时候我已经肚子火，我就觉得天啊 ，GPT 你在搞我吗？然后我就想说，好气。然后最让我生气的一件事情是，后来我回到首都，因为我要去乌拉圭玩，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，我事前就是申请了签证，然后我也问了 GPT， 我缩表格什么全部都是问 GPT 的 ，GPT 跟我说没问题，恭喜你又解锁了一个新的国家，天哪，你好棒，你完成你的认证清单，诸如此类，我就一直觉得对我好棒，我又要再解锁了这样，结果就当地的政府那边提醒我说，不好意思，你这个阿根廷的签证有一些状况，你现在一旦出发去了乌拉圭，你是没有办法再踏进阿根廷的。但我的机票回台湾是从阿根廷出发，意思就是我一旦去了乌拉圭，我就回不了台湾了，我就要被滞留在那了。然后我想说，什么意思？我就非法滞留，然后 GPT 都跟我说没问题耶。然后我就觉得，对，反正这辈子我告诉自己，就是我2025年蛇年犯的最大的错误，就是什么都太相信 GPT 了。你现在还用它吗？我现在不用，我现在决定可能要投奔敌营，然后往那个 Google 的另外一个 Gemini， 因为你刚刚不讲，我以为你这一段是 Gemini 的业配。我感觉你太依赖了，太依赖了。而且你太相信了，为什么要去那些我人生有一个很简单，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，我交给 GPT。我就是有一次我要出国，我就把我的机票拍给 GPT 说，你直接告诉我要在哪个航厦去哪里搭这样。对，其实我自己查我一定也查得到，但我就觉得反正问他就好了嘛。对，然后我就把它记录在起来，在 GPT 里面，他就直接跟我说你在第2航厦什么什么的，然后几点登机什么什么。然后后来我就真的带着我儿子，然后去第2航厦，然后到那边的时候，我才发现说，没有。不对，没有这一班，然后时间已经快到了，那个柜台已经快要关了，然后我才发现说不对，登机口不对吗？不是，是整个航厦都不对。GPT 跟我乱讲，然后我跟我儿子赶快用狂奔的，然后搭接驳车到第1航厦，差一点就来不及登机。然后我就问 GPT 说：“你到底为什么跟我乱讲？”他就说：“对不起，是我错。”超讨厌的，而且你知道是我错，他每次就说：“哎呀，是我的疏忽。”然后后面就那种酷酷的脸的那种颜文字，对，还是你们用的是没有付费版的？我是订阅的，我有订阅，有付费的，好恐怖哦！不知道，谢谢你告诉我，以后不能太相信，真的不可以。而且你为什么不就是去冲绳啊，或者是什么东京这样？对啊，因为之前有去过，原本想说这一趟就是要给自己一个大冒险这样子。好歹水瓶座，你居然鼓励他不要冒险？没有，我是说他不用去，我是可以去，而且我不会仰赖，我不会这样子依赖 ChatGPT 什么的。这个该后悔，然后下一个后悔是什么？下一个后悔是丢下老友造成遗憾。Gino， 对，这也就是去年发生一件事情啦，到现在我真的蛮后悔。私底下有一个认识非常多年的朋友，而且算是我一个哥哥啊。那这年头，其实年轻人在工作上面的动力是很大的，很难有个公司可以待个3、5年以上。我这个哥哥在一个公司待了17年。终于在去年给他升上这个公司的总经理啊，非常大的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嘛。那他也非常开心，然后他这么多年来这么努力的为公司付出，省吃俭用，他觉得他到这个位置之后呢，就开始做了很多的动作，比如说就决定把2个小朋友、2个孩子都送出国念书，然后买一台名车，买了豪宅，然后感觉跟老婆可以好好享福了这样。然后呢，做完这些动作之后呢，当然想到我们这些兄弟啊，我就想说，我觉得一方面是说分享了，二方面想让我们知道说，他坚持这么多年是没错的。对，你看我当上总经理，今天好好请你们，他就去一个私人会所，我们就可以唱歌啊、喝酒啊、吃些好料的。没有，对不对？没有就说没有啊，你不要嘴软啊。默认吗？不是，因为我不是会说谎话的人。你在讲啊？等一下，他们有。对，然后呢？他们有叫朋友来啦，对啦，不确定对方到底是谁。对啊，都是男女都有啦。那重点是那天晚上很尽兴，大家很开心，然后连他平常不太老婆管蛮严的嘛，他不太喝酒的人呢，我那天都不止几杯黄汤下肚，几10杯。哇！那可是我很了解他的酒量，因为跟我一样烂。
我说太嗨了，不要再喝了。讲了1次2次呢，他也就这样敷衍我一下。然后第3次之后，哇，跟我翻脸了。你平常就少喝，你刚刚真的喝太多了，你都出事回不了家怎么办？就2个人口角吵到大家都安静下，就我们2个在吵架。然后最后我真的火到说，好，你们要喝你们喝，我不喝了。我就说我要回家了，我就走。然后回家之后呢，我也喝了不少，我就连澡都没有洗，我就睡。睡起来之后，发现手机没电那我就充电。一有电之后呢，啪啪啪啪啪，一堆未接来电跟简讯。然后我一看，昨天的朋友，还有我那朋友的太太，都有传简讯给我。然后我就选了一个，我就打电话给他，我说怎么了？他说比如说我朋友叫 Michael 好了，他说你昨天先走哦。我说对啊。他说 Michael 走了。那我说你现在开玩笑吗？他说没有。我说怎么了？他说昨天他喝太多，喝多了就想去厕所嘛。然后去厕所之后呢，大家也都继续在那边喝酒唱歌。或直到有人发现说，怎么隔30-40分钟还没出来，就敲门，然后发现都没反应就进去，就发现他整个就是趴在马桶上面，他被自己的呕吐物卡住，就像噎死，因为他也没有任何力气，他连抽蓄力气都没有，因为喝太醉了。就是后来验尸官告诉我们是这样子的死因，然后我们就觉得这样的事，他已经到就是人生的高光时刻，正要开始享受的时候，对，然后2个小朋友才刚送出国，然后又奔回来替爸爸对办丧事然后我们看嫂子哭到一个真是断肠，然后我们就好难过。然后其实我真的超自责，我觉得不就吵嘴吗？我怎么就走了？你应该就留下来去照顾他，看着他都好。哎呀，然后就是去年发生这么一件事情，是让我真的非常遗憾。就是说，如果能够重来，我绝对不会离开。我觉得希望拿这件事情不管是我们在座或者观众朋友，能够真的好好警惕一下。大家对喝酒这件事情，我觉得警觉性不够高而且人都是这样子啦，你要见棺材不掉泪，闹啥？我每刚弄完那啉，闹要紧。不上面逮鸡啊。等一下，所以他的太太怪你喽？其实他没有怪我，他自责啦，因为他觉得说他心里面是想要叫他不要喝的，但是后来你有一点就算了，我就要离开。其实 Gino 你不要自责，不要自责 ，Michael 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。可是我更自责的是，因为连他太太跟我说这不是你的错，你不要想太多，我更自责。不，因为现场我觉得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是可以阻止这件憾事的。事实上你阻止不了，你没有发现吗？对你其实阻止不了。对，所以你不要自责了，你阻止过了。当下你继续跟他吵，说不定他说不定把你赶走也不一定。所以所有的 Michael 不要喝酒，然后也不要过头，就这样子。真的。警惕一下。再来。下一个，害怕离婚，给爱，什么意思？我在这边声明一下好吗？我不是害怕离婚，离婚 OK。现在小孩才没多大，这样子就先我讲。刚才抱你的儿子才没多大，你要。所以我说离婚 OK， 但是因为离婚，你知道离婚可以，但是小孩子如果你没有履行夫妻义务，大概2年左右，你如果都没有给的话。如果你今天真的走到离婚的那一步，小孩是主动要判给对方的所以我不履行义务，你就要失去小孩。对，是我不是害怕离婚，我是害怕离婚后小孩不能跟我。因为我觉得我的小孩对我来讲真的很重要。你知道之前所以你已经在规划离婚。你是问 GPT 的吗？我不是，不要问他。对，你为什么会知道这个细节？怎么2年不给？我跟你讲，这件事情谁告诉我？你知道吗？蔡慧茹。一个人就算了，还拖另外一个下去。我常常跟他讲说，我真的不是不给，我是真的好累，我的整个人的那个状况都不太好，所以我觉得我在顾小孩、跟顾生活，还有顾跟工作，已经不可能再顾到老公了。然后慧茹就跟我说：“你真的不能这样。”他说：“你知道，你再这样下去的话，假设你们真的走到离婚的那一步，是你错不是他错是。”而且他一直说我老公是理亏的，对，是理亏的，因为我们怀孕的那1年到2年，我们完全没有做，完全没有，怀孕的过程都没有。
一次都没有。然后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你不舒服，所以因为其实我听很多妇产科医生说是只有到。好像最后不知道多少时间才不要，但其实，在怀孕的过程当中还是可以，男女还是可以的，是安全的。可是因为我们有大宝在，所以我整个人的那个精气神，整个人的那个身体状况不是很好。所以其实我们上次做已经是快2年了。然后我永远记得赖慧茹跟我说，就是2年的期限。所以我觉得你现在已经是进入危险的那跟出国签证一样啊，就对，偶尔还是回到期了，护照快到期了，还是要出去一下补办了。我跟你说，那天呢，我主动约了我老公去泡温泉。哎呀，制造一下气氛，制造一下，因为我主动，因为他不敢，他现在已经不敢揪我了。他一揪我，我就会生气。因为我就会觉得你怎么会还有兴致？保暖思淫欲要保暖才会思淫欲嘛。所以当他找我的时候，我就会觉得你的生活过得不够苦吗？怎么还会想到那件事呢？天哪，你有病啊！你有多问题？你真的活在台湾吗？不是，他就不敢揪我了。所以我就是现在我那一次我就揪他，那一次揪完他，我有够后悔，因为。那一次揪完他我吃了1个月的抗生素，就骨盆腔整个大发炎，打点滴打了半个月的抗生素，到现在还没好。我为什么要因为害怕离婚？你的意思是说他憋了2年之后，一次让你的骨盆整个发炎？对。发炎到一个没有抗生素可以救我的地步我的身体太烂了。可是我觉得身体不好就算了，你知道那时候最害怕的是什么事吗？因为那一次的时候我还没想到，因为我老公不结扎，然后我也没有避孕，所以我怕有3宝，又怕来了。我们就是上一次来这个节目的时候，余祥全的经纪人闪亮亮，他看到我，因为他平常不会主动来跟我聊天的，然后他就在那个位置，他就这样子。允杰，你现在肚子里面是不是有了？因为我那阵子身体就非常差，感应得到。然后结果那天我在我不是突然想到我没有避孕，我就那一次做完之后，我去打了一个避孕器，因为我老公坚持不结扎嘛，我就去打了一个避孕器。然后我就躺在那边的时候，他这个避孕器是从手臂打的，然后我就说医师请问，那我现在打了的那个怀孕几率多少？他说是1000万分之一，除非你现在肚子里面就有一个。他又讲，因为我真的觉得太不舒服了，就那么一次你就觉得鬼影幢幢。对，所以我就觉得说，女人们，当你没有准备好的时候，即使离婚。也真的不要为了那件事而做那件事，因为真的太痛苦了，让我懊悔到现在，大概懊悔了2个月。他讲这句话，好像全世界的女人都会跟他一样的感觉，你很高兴，不会，好奇怪，因为大家比较不会有你的烦恼啦。因为他是特别想说，糟糕，2年快到了，对，2年快到了，再不做，我小孩监护权就没了。也是为了目的嘛，他是为了监护权而做。我有一个很不太懂的，就是，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女生在怀孕的时候，如果跟老公发生关系的话，女生就会发炎。也不会，只是他那时候没那个心情。其实他的身体还没有，我的身心灵都没有要准备，加上他又去泡温泉。对，因为我在想会不会是场所的问题？对，应该不是的原因是我其实从当妈妈前，我做这件事情跟任何人都很容易发炎。不要透露那么多隐私，所以是你自己，我自己体质就容易发炎，尴尬。对，所以你不能说是他害的啊。所以他后悔这个，你后悔这个，好奇怪，好奇怪，是你养好了，好，蛮像他会讲的事情。好，下一个，来，我们来看看贪小便宜把车借人，这是谁的故事？阿庞的。去年就发生一件事情，让我觉得很困扰，一整年很困扰。那其实它不是很大的事情啦，我现在跟大家讲，就是那个我之前有喜欢那个小型的那种摩托车，就必有那种。高中考到驾照买的第一台摩托车就是这个。然后就后来就觉得说，再找回那个高中时候的那种憧憬。那我之前就有就是这车子放在家里面，然后会有一些朋友在某些场合里面跟你借车，然后去展览。后来我搬了一个家之后呢，我就没有自己
停摩托车的位置，我就把它停到我们现在巷子外面看得到的地方，有一个机车的那个布给它盖住这样子。OK。就还有一个很久没有联络，但以前蛮好的朋友这样子，然后就说他开了一个咖啡厅，然后是复古咖啡厅，然后想跟我借这个车，也是一样，就放在他们店里，然后当摆设这样子。装饰。因为我现在丢在路边，你知道，没有时间去管它，反而危险，都积灰，然后都是这灰尘这样子。那因为我之前看去朋友借去然后放在展览或是借去用的时候，都发现他们都整理的好漂亮，都擦每天擦这样，我就想说，哎，不错啊，这样子借人家又有一个有人照顾，对不对？多好，对。然后我就这样借他，也就这样辗转了几个月之后，后来有一天有一个电话一直重复的打给我，你知道，刚开始我都没有接，因为没有看过电话不敢接，后来接的时候，他接起来，哎，我这里是那个都兰派出所，我说都兰。台东，我说怎么了？他说你这涉嫌酒后或者是说肇事逃逸。我说肇事什么车辆？然后他就跟我讲了这个车牌，我一听，哎，不对啊，就是你的我这个摩托车，是我的摩托车没有错啊。他就跟我讲说，反正呢，在一个路边，然后一个车子撞坏掉之后，然后把一个标志也撞坏了，车子在现场没有看到人，就不见了这样子。那后来警察报警，第二因为公务水混。是一个问题，然后车子对车子，然后他们扣押之后查到车牌，我是车主，然后就打电话跟我联络说，哎，你是不是有肇事这样子？我就没有，就跟他讲了这个原委，讲的时候他跟我讲说不行，你要来台东做笔录。哇塞！我后来我想说，我开车要开6、7个小时，我坐火车好了，就火车车票很难买，也很久，要1天去处理这个，我就去到那边去，然后去了解整个过程。那到了那边是。他就跟我讲说，那个监视器有拍到这个骑摩托的人摇摇晃晃，然后就自撞了。撞了之后，然后后来就走就离开，就是也不知道他就离开了。那我们想知道这人是谁，你借给谁啊？我就跟他讲，然后整件事情。那后来他们也去那个咖啡厅去查，然后我后来之后回到台北之后，也赶快去那个咖啡厅去找那个人确认。对，为什么去找那个？因为我后来传简讯打电话，他都没有，他都不接。对啊，我就去的那个咖啡厅，然后就是真的有这件事，但是他是一个插干股。但也因为在里面有很多过程，我们不知道就被人家赶走了，然后他车子就骑走了这样子。但人家也不知道那个车子是我的，以为是他的啊，就是你的朋友，对，是我的朋友。那个朋友，其实这已经不是钱的这个问题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这个车子其实我花很多心力，然后这个车子一弄成这样子之后，变成说我跑了一趟台东，然后我回来去找这个人找不到，后来我就想说好没关系，不然我们就当真这件事情就是啊。财去人安乐，我们车就不要了，算了，就不要了。然后找这个人，那我到今天刚好是我们这新的1年嘛，等于前几天我又接到警察局的电话，有警察局打来是说，因为他好几次开庭没有到，问我有没有跟我联络，我说没有，我也在找这个人。他说如果你有跟他联络到，你要马上通知我，因为他被通缉嘛。这第一个。然后第二件要告诉你的事情就是说，你的这个车子可以来领回。我说我领回我的车子的已经变成你看到是这样，然后已经变成是 U 字形了，我连钥匙都插不进去。我说我领回，我怎么领回？我骑不走啊。他说没有，我们只负责扣押跟那个你们这个案件结束到另外一个你就可以领回。那你要怎么处置我们不管。我一听我就傻了嘛。那我说那不好意思，我就报废。他说哦好，你报废自己领走去报废啊。我说还是要领走，解决。我说所以从头到尾我就一定要去一趟，对不对？他说对，然后再去一趟，对，再去一趟。然后他说主要是那个大牌你要缴回台北的监理所了，你还是得来，然后也要再写个切结书等等。我一想，我就觉得哇，你知道，因为你这个朋友好糟哦，给你惹好多麻烦。对，而且他就不见面，你知道吗？很糟哎。我觉得最困扰的是说这个事件，就是他从去年延续到今年，他是一直。你忘不了，但他一直追着你。然后你知道那个警察打来的时候，就是你会觉得好像是卡了一件什么东西，让你运气都觉得一直起不来，好可惜，就卡刑案的感觉。现在解决方案就是说我必须要找到一个就是报废的厂商，然后再跟我约在警察局或者在火车站，然后我们一起去那边，然后叫他处理，然后我还要再给他4000块。对，人家报废是有钱拿，我报废还要给人家4000的，我还要跑到台东去，而且你的车漂漂亮亮变这样，变这样，所以我就学一个，就以后如果是登记有关名字登记在法律上的，奉劝大家千万不要因为好心或贪小便宜等等
千万不要借人。对没事就没事，有事情就很有事。那个人到现在还是没有出现，那个人到现在还是应该就是没有出现死了，我觉得。不是生气，突然你这么气呀？那你对啊没有管换个角理好自己。度想，他至少就是让你赔钱跟去台东可以解决，他不是真的是跟你借钱啊，不是他跟你借一大们真的是笔钱，骑车撞撞啊，了解对啊，好险没有撞到人怎么样对怎么啊？样的话就糟了。对对对，受伤或什么都不会有连带责任嘛。对，好，下一个好，下一个这个耳根子软，认识新男生，对啊，依依，对，我耳根子太软，就是我怎么这样子真的超级后悔，因为我觉得接下来的人生应该要更有原则一点。我就是耳根子太软，因为我其实小时候有喜欢一个男生，喜欢很久，然后真的是我真的觉得很不错的一个男生，但那个男生就是不喜欢我，那所以这样子的状况下，我就会一直觉得这个是爱而不得的男生，就会特别心里一直觉得反而会挂着。对，就会挂着。但自从我结婚之后，我当然就心里就没有这个男生了。然后我后来就现在单身嘛，那经过10年之后我离婚。然后那个人他又联络我了，那个人我们就姑且叫他 A 先生好了。那 A 先生又联络我了，这样。可是经过10年，有很多的变化，长相啊、个性啊，或是我的那个就审美观、价值观什么都会不一样。所以我在看到他的时候，我看他的照片，我就觉得不像小时候那个感觉了。然后所以他其实陆陆续续他有约过我几次，有意思啊，都是先感觉他对你对有意思。我感觉来电了，对来电儿，就他可能这个年纪之后，他突然觉得反而就是对我来电儿，但我反而对他就不来电儿了。然后那这件事情就是，我就想说算了，反正多几次他可能就会知道我其实就是不想要破坏朋友的情谊这样。然后可是我就有一群姐妹闺蜜，她们就是自从我离婚之后，就是很想要帮我介绍男生，就是譬如说她们跟我说是姐妹聚会。然后就交代我说穿漂亮哦，这样子你今天很重要什么的，我们是为了你，大家要出来，很久没看到你，然后一去就现场就有陌生男生在，就是我就觉得，对我其实离婚到现在，我没有觉得说我一定要交男朋友，就我自己大概心里有一个我自己的规划，或者是我自己的标准，就是我觉得接下来如果不是太符合个性的或什么的，我就不随便交，我就不想太随便认识人就对了。然后已经有几次这种经验，我就是觉得很讨厌，就是不想让他们每次都是好像把我设局这样子。虽然是好心，就后来我就下定决心说，只要有我有怀疑，觉得他们谈话怪怪的，一定就是这个局不单纯，我就不要去。我就心里大概有这样子的盘算了这样。然后后来。我就有一次，他们又一群就是姐妹，就在群组里面又跟我说，就是该出来吃饭喽什么。可是我看那个对话就不对劲，因为感觉是他们都知道有这个聚会了，就是我觉得前面讨论过了，对，就是他们怎么都知道了的样子。我就说你们哎呦不要再帮我介绍了，我真的不想要再随便认识男生。然后他们就说没有，真的没有啦，是吧？他说那你不来，我们都已经约好了什么的，就讲的我一定要去。然后我就想说好吧，他们既然都跟我说真的没有，然后我就想说再相信一次，我就去了。结果一去，因为我们群组里面有4个女生，可是奇怪怎么是给我们就是6人桌？明明就是旁边有4人桌，为什么是6人桌？而且他们坐好之后，我到旁边有个空位，这样就是我的旁边有空位，我就登了，又被设局。然后过不久就真的有一个朋友来，他说没有，我朋友刚路过，我叫他一起来这样子。刚刚路过，对，就一个男的来了，来就算了，然后怎么大家好像都知道他是谁这样，然后也跟我说，他做什么的什么的，他其实人很好什么，就开始对说他好话，对，说他好话，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像在面试一样，我就听了他很多的履历，对，就很尴尬，然后我就留在那边，但我又不好意思，我马上要走，所以我就留在那边，就是还是就是跟他聊完，然后他有说拍照啊干嘛啊，拍完，可是对方对他来了，然后发现他也不是你的菜吧？他不是我的菜，对，你看，因为我菜很窄，我菜很窄，对，然后反正我就想说牙一咬就过了，就忍完这次，然后就拍了照，也聊了什么，然后交换了 LINE， 然后后来就各自回家，陆陆续续他就跟我聊一些 LINE 啊什么的，我也就是礼貌性的回，结果他那个人的用词就开始变成，就他本来说我怎样，变成我们了。主词从我变成我们，不然我们下次可以一起去什么？不然我们下次再什么变我们，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了，然后我就觉得要保持距离，就在我觉得开始不对劲要拉开距离的时候，就是那个我小时候喜欢的那个男生，就是后来一直约我不要去的那个男生 A 先生，对 A 先生，他就传讯息来骂我，然后他就说你不是说你没有要交男朋友了吗？
你不是我约你这么多次，你又不出来，那你如果真的就是觉得这样很尴尬或什么，你可以讲啊，我又没有一定要怎样什么，就一直骂很难听这样。我说怎么了？我没有啊，我没有要交男朋友啊。然后他就把那个他的男生朋友的对话群组的截图截给我看，这样我就而且那个人是他的男生群组里面的人，对某一个群组的朋友，对那个人他就把我。他就说我有跟依依就是有约见面，对约会之类的，然后还 po 了照片，然后人家说会不会就是只是就是吃个饭，就是跟人家说很熟，他说没有，我们还聊到了我们的未来，然后什么我们谁跟听我们，后来那个男生他就真的就是跟我讲很多的狠话，就是而且还决裂说好啊，如果你真的要把场面讲这么尴尬这样，我觉得你真的不想要见面，以后我也不会找你啊什么的，然后就再也没有传讯息。你说这是 A 先生吗 ？A 先生生气，对，但是他就那个一直都没有读，我就怀疑我被封锁了，然后就觉得啊，这就损失一个朋友。哦，对，如果我真的有交到男朋友，然后我骗了一个人，那就算了，偏偏我又没交到，然后还损失一个朋友，我觉得以后就是自己心里觉得不对劲的。就要坚持。那你以后还敢参加闺蜜的聚会吗？我觉得我一定要问清楚，然后要罚钱。就是譬如说，如果真的有什么男生，不论任何理由有男生到，就要罚钱。罚钱。对。接下来 ，OK， 我们要来看看买保姆车被封杀，这是谁的故事？我好奇。Gino，这前几年开始尝试拍8点档，然后呢不尝试就算了。一拍连拍了6年，就这6年我是没有休息过的。那当然我很谢谢给我机会，那我也累积一笔财富。可是相对的，我也用了我的睡眠健康，英福最了解，去换了这个金钱。拍戏很累。那甚至我在我的前2部我还碰到一个拍1档都有可能连3天没睡觉。如果刚好线走到我身上，我拍了一个是2个8点档尬戏的状态。哎呦！其实我就觉得我快不行了，想说不行哎，我这细水长流，如果我还要继续拍戏，不管是8点档，我把自己顾好啊。但是我们在外景常常有时候没办法有好的地方可以休息，所以我决定我就痛下心，我觉得把我赚的钱拿出来买一台保姆车，让我能够一有空档的时候到车上休息，赶快眯一下，或者赶快背个本，或者是说天气太热的时候不要中暑，能够回车上休息。那因为这个举动呢，我被封杀了。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有一段时间之后呢，就戏没有写到我，那忽然间新闻就冒出来，讲你们现在去上网 Google 应该也可以看到我的新闻，一些之前的新闻。对，然后就说可能得罪之外，其中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买了一台保姆车。可能刻意要做耍高调，大牌，装大牌，然后呢，拍戏现场当一喊咔的时候呢，我就不跟大家有任何交流交集，我就窝回我自己车上，自以为是，对，自以为高级，对，你讲的都好准，那篇是不是你写的？哪有啊？我也是第一天才知道这个事啊。有人这样子看你？对，其实我真的是哑巴吃黄连，因为观众一看到第一个讯息的时候，第一个念头会选择相信，就真的觉得你这件事情呢，除了我被封杀之外，我也被讲得非常难听。可是我敢说，那个时候那一阵子的确 Gino 好几天都有这个新闻，我就想说，我认识那个 Gino 变了，不是你相信了？变了，我心里面有这个疑问啊。所以你今天好好来解释一下。我们不各说各话，我就讲一个例子就好了。至少有10个同组的演员。在我那台车上面休息过，我很欢迎大家上来，大家可以休息，因为那时候跟女演员，我当然不会演，女演员比较多，只有大热天嘛，所以中午放饭休息的时候，就到我车上吃东西都 OK 啊。有些资深演员，有些同剧组的演员，跟我对戏演员都上来过，那我就觉得说。但我可能是没有机会上你的车的人，他们可能眼红，吃味，觉得说，奇怪，所以查出来是谁放话吗？查不出来，因为我那时候已经离开了剧组，大概2个月才会冒出这个报道嘛。那表示一定有人在操作这件事情。那所以说问我很后悔啊，早知道不买那台车。OK， 虽然让自己可以好好的休息，但是我觉得调了工作是其次，我最care 的就是大家对我的看法，对，不可能不走心啊。我觉得就是我这个人，在大家私底下茶余饭后讨论的价值嘛，但那不是我啊。你看哦，他上了台要演，他下了台他不想演了，你知道吗？他不想演了，反而还要被人家这样讲。
我的意思是说，你想要你想做自己一点，好好休息一点，对，那这很正常，这很正常啊。而且重点是我又不是说逼剧组、逼电视台你们买这台车给我，对，自己买的，自己买的，车还在吧？所以是还在啊，但如果今年再不拍，我就卖了。一定用不到了嘛。已经封杀多久了？2年。哇，快2年，等于是前年年底，是哦，12年年头开始买。为了一台保姆车被封杀2年呢。我这样一听，觉得说那应该不是保姆车的关系。那你应该当初买保姆就好，不要买车啊。有人想要弄你的话，买不买车，他都会想办法弄。可是我要减少被弄的机会啊，因为那就是我们尽量他们认为的高调，我就要尽量去配合这个。那你就买一台2手看起来破破的。它是2手的啊，原本就是2手。被讲话。怎么说呢？今天听完大家的故事，我也只能说真的啦。虽然有一些事情是蛮值得后悔，但这也是我们认真过生活的证明啦。而且千金难买早知道，是不是？不管是什么话，爱要及时。对不对？像我们刚刚前面讨论很多，是的，当初应该要怎么做的，应该要说出来的，应该要做出来的，那个我们接下来的往后的路就继续这样做，是努力这样做，然后也不要留下遗憾，然后也不要当烂好人，好不好？好，每年都越活越清醒。好，祝福大家，加油！新的一年。